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人类大脑的真实运行法则。这项突破性研究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《自然通讯》，由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共同完成。研究团队对20名被试者进行连续多日记录，每人颅内电极数量高达60到126个不等。数据揭示，大脑在自然生活中遵循典型间断平衡，长时间稳定状态被经典短暂混沌跃迁所打断。这种机制让大脑在高效执行与灵活探索间切换，这是认知科学迈向真实世界研究的关键一步。传统实验室环境高度受控且封闭，实验时间尺度被限制在毫秒到秒级，任务也局限于僵化的特定刺激响应，这无法捕捉数分钟到数天的自然认知波动。真实世界则是自然且不可预测的病房或生活区，时间尺度扩展到分钟到数天，任务包含社交、玩手机或睡眠等自然切换，因此需要新方式观测大脑在真实生活中的运动学轨迹。研究团队共招募了20名人类患者被试者，每人接受了长达3到12天的连续监测，记录包括高清视频与颅内脑电图2种模态。每位患者体内植入60至100的电极一起，这些电极直接采集大脑皮层表面的电活动，数据覆盖了75至283小时之间，这是对自然行为下大脑活动的最连续深度多维监测。它让科学家得以观测大脑在真实生活中的运动轨迹。第一步，从脑电信号中提取 theta 到 gamma 频段几百个特征。第二步，用深度库普曼算子将非线性动态升维，该自监督网络在隐藏空间建立线性规律。第三步，在 AI 空间中行为自动聚合成轨迹，社交、阅读、睡眠等自然行为展现清晰运动核心技术，是将100万个数据点转化为可解释模型。该神经动力学基础模型揭示大脑运行法则，它让我们从数学层面理解真实世界认知。大脑的运行并非平滑渐变，而是长期稳态被短暂跃迁打断。稳态可持续数分钟到数小时，网络连接高度一致；跃迁则是在极短时间内爆发，高速解体并重组神经网络。这种模式在进化生物学中被称为间断平衡，它帮助大脑在稳定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。数据显示，稳态期间神经活动低幅平稳，跃迁时混沌度急剧升高，速度极快。这揭示了自然行为切换的底层数学规律。大脑在阅读、交谈或深睡时进入稳态，这是一种极低速度的神经活动模式。神经网络状态变化非常缓慢，局部脑区利用已知的最佳配置，这种策略被称为利用或剥削。高连贯性确保任务高效执行，轨迹是次扩散的而非漫无目的。稳态就是大脑的自动巡航模式，从打电话到看书，大脑并非直线切换，它的实际轨迹是一条曲折的探索路径。跃迁期间走过的总距离是直线位移的 8.9 倍，这种高度混沌的搜索策略低效但必要。大脑先彻底脱离旧网络配置，不再回望，然后尝试多种中间状态，直到匹配新行为。整个过程是非线性的，且完全不可预测。这揭示了认知切换在神经层面的巨大代价。大脑混沌跃迁开始的时间比外在行为改变要早约16秒。数据来自同步分析，神经信号与视频监控的精确对齐。这种时间差被称为准备电位现象。大脑在你们意识到自己要切换任务前已经启动重连，切换至复杂社交或工作对话时，幕后准备尤为漫长。平均提前16秒意味着神经网络已进入混乱搜索模式，这解释了为何人在行为突变时会有微小的反应延迟。它揭示了认知切换成本在时间维度上的真正规模。大脑跃迁的曲折度越高，行为延迟就越长。散点图清晰揭示了曲折度与延迟的正相关性。早响应时轨迹接近直线，行为改变几乎无滞后；晚响应时轨迹异常迂回，混沌度急剧飙升，行为改变可能滞后11秒以上才能发生。这种迷路程度就是认知切换的物理成本。切换的困难程度可以直接被量化测量出来，越曲折的跃迁，大脑付出的代价就越大。研究人员将一周所有数据点输入深度学习模型，这些点涵盖清醒、社交、看屏幕、休息与睡眠。在 AI 构建的数学空间里，数百万个点自动聚合，杂乱无章的日常行为并未呈现随机分布，
反而形成了具有严格几何结构的中心流形，这就是人类大脑的隐藏动力学地形图。它揭示了日常行为背后的统一数学规律。该流行为理解状态切换提供了全新框架。基于中心流行结构，研究团队提出沙漏模型。沙漏上部为清醒行动，大脑远离中心形成分支，瓶颈部分是清醒休息的引力中心与待机状态。沙漏底部是深度睡眠，大脑进入高速波动状态。该模型将睡眠觉醒周期精准刻画在中心轴上，不同状态在大脑动力学空间占据不同位置。沙漏模型统一解释清醒休息与睡眠的动态，它提供了理解意识状态变化的直观几何框架。沙漏顶部有3个清醒行为分支，社交主要激活背侧注意与躯体运动网络物理交互，激活感觉运动背侧注意和凸显网络。数字设备跨越多个网络，激活模式高度分散。每个分支都需要大脑用力推开中心引力状态，只有远离其平衡点才能维持特定任务动态。这些分支在沙漏上部形成特异化的数据云，清醒休息的瓶颈是它们共同的收敛点。在沙漏模型的极致窄中心存在一个中心吸引子人发呆或闭目养神时，大脑滑落到引力池中。这个吸引子由默认模式网络 DMN 的低频激活主导。默认模式网络作为解剖学锚点，维持系统稳定。这里的神经速度极低，如同风暴之眼般平静。它是全脑动态中变化最慢、最平静的区域。它整合心率和昼夜节律作为生理稳压器，它防止大脑高速行为动态失控，维持系统稳定。人们直觉认为深度睡眠是大脑最平静的时刻，但在这个动力学模型中，事实完全相反。深度 N3 睡眠被推到沙漏底部极端位置，它距离中心引力池最远，处于另一端。神经网络运行速度极高，混沌度达到峰值，混沌度在0到1测试中处于极端峰值。深度睡眠并非大脑的关机或停滞状态，它实际上是数学意义上狂野的自发重组阶段。全息脑状态矩阵从3个关键维度对比3种状态：中心流行位置、活跃清醒，位于极高且远离中心；清醒休息则被引力池束缚在居中位置；深度睡眠则滑向另一端的极低极端位置。神经速度方面，活跃清醒保持高频任务处理状态，清醒休息速度极低，如同稳压器抑制动态变化；深度睡眠速度极高，承载剧烈的无意识重组过程，混沌程度同样呈现出2级分化，清醒低而睡眠极高。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系统的压力测试及剥夺睡眠实验，共有8名患者参与，其中4名是医疗性强制剥夺，另外4名则属于自发失眠的情况。对比条件非常明确，睡眠充足指夜间超过6小时，睡眠剥夺则定义为夜间睡眠少于3小时。观测窗口设定在随后连续的12小时清醒期。这个实验旨在揭示睡眠不足时大脑节律的崩坏过程，它会检验间断平衡和控制力是否发生物理级别的破坏。睡眠剥夺后，大脑的跃迁路径变得极度曲折。睡眠充足时的大脑轨迹顺滑且非常直接，睡眠剥夺时轨迹充满密集的紫色乱线，直线位移并未改变，但实际路径显著增长。实际路径的混沌度也同时出现大幅飙升，大脑无法有效稳定新的目标神经回路，每次切换都在状态空间中毫无头绪的绕路，这解释了缺觉时反应迟钝和注意力难以集中。睡眠剥夺后，大脑会陷入一种流行塌陷状态，活跃任务应推开中心引力进入高阶认知空间，但缺觉时状态投影被死死拉回平衡点，整体神经速度显著下降，动态受到强制抑制。大脑就像耗尽燃油的跑车引擎，只能怠速运转，虽然试图保持清醒，但无法挣脱引力池的束缚。这解释了缺觉后难以执行复杂认知任务。流行塌陷是一种动力学层面上的控制力丧失。休息充分的脑与缺觉的脑在4个关键指标上全面分化。跃迁路径上，休息时相对直接且有序探索，缺觉后则高度曲折变成无效绕路。混沌控制方面，正常跃迁的混沌度适中可控，睡眠剥夺后混沌度飙升，控制力显著受损。中心流行位置，休息脑能远离中心执行复杂任务，缺觉脑却被死死拉向中心引力池，无法挣脱。神经速度上，活跃时休息脑保持高动态响应，缺觉后速度显著降低，动态受到强烈抑制。常识认为缺觉只是大脑太累，进入类似微睡眠，但真实数据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。缺觉后大脑状态不属于浅层睡眠或清醒休息，
它创造了一种数学上独一无二的混沌清醒状态。此时，大脑彻底失去了对自身动态的控制力，它既无法彻底安静，也无法高效运转。这是一种神经动力控制完全崩坏的特殊模式。该发现颠覆了疲劳与睡眠关系的传统认知。大脑在真实世界中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权衡：一是稳定利用已知模式，以节省能量并高效执行任务；二是主动进入混沌探索，快速搜索新的行为最优解。这种平衡并非均匀分配，而是呈现为间断平衡。长期稳态被短暂的混沌跃迁打断，构成认知的节奏。环境熟悉时，大脑收缩到低耗能稳态行为需要切换时，系统主动释放控制，允许高速混沌跃迁。复杂认知与自然行为正是从这种分钟级博弈中涌现。这项研究揭示了大脑在自然生活中的间断平衡规律。稳态与混沌跃迁的交替构成了认知的动力学基础。现有脑机接口大多只在受控实验室稳定工作，它们难以适应真实世界不可预测的行为切换。掌握大脑切换节奏，闭环系统就能自适应跟随。精神健康方面，动态干预助脱轨大脑回到中心。未来挑战是推广模型到更多自然场景与人群，开发轻量级可穿戴设备，用于神经动力学监测。这些进展有望重塑人机交互与精神治疗范式。